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子晨好，大家好。还有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燕莹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燕莹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前几天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人为什么还没有支持奥巴马，有啦，发生了啦。奥巴马的夫妇呢，他们已经打电话致电给贺锦丽，说我们全力支持你。来听听这通电话内容。Kamala. Hello. Hi. Hey there. Oh, hi. You're both together. I can't have this phone call without saying to my girl Kamala, I am proud of you. This is going to be historic. We called to say Michelle and I couldn't be prouder to endorse you and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get you through this election and into the Oval Office. Oh, my goodness. Michelle, Barack, this means so much to me. 好，真的啦，这对他来讲意义重大，因为前几天大家一直在问，是不是大佬没有要完全挺你啊？现在呢，不但是打了这通电话，帮他录了这个影，同时呢，还列出了很多他的成就。现在呢，他也推出了第一支的竞选广告，主打的就是这2个字，叫做自由。使用的呢是 Beyoncé 的金曲《自由》，那希望说呢，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捍卫美国个人自由的战斗士，而且他也开了 TikTok 的账号，要为他的大选来争取支持。来看看这个画面。Madam Vice President, are you on TikTok? Well, I've heard that recently I've been on the For You page, so I thought I'd get on here myself. 好，真的他好像推荐首页啊，原因是因为你看看发布6个小时，观看量已经达到了580万次。现在呢，不管说 TikTok 是谁家的，未来在美国还能不能使用，毕竟这边就是很多年轻人在用嘛，要选举就是希望能够触及所有的选民，所以 TikTok 账号还是给他开下去。而且呢，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迷因梗啊，现在呢对决川普有非常多不同的招式，通通都要用上，甚至英国的流行歌手库娃恰利呢，现在称赞他是一个 brat， 那意思呢是什么？就是喜欢派对，有点邋遢，有的时候呢讲话好像笨笨的女孩，然后有的时候呢好像会有点低落，但是人就会持续很正向的狂欢下去，形容的就是贺锦丽。所以呢，他们现在也把自己的首页换上了同样的标志、同样的颜色莱姆绿。这一些其实都是要抢年轻人票啦，那当然现在呢，他35岁以下看起来好像在民调上面有所斩获，会不会持续的走这个竞选的策略下去？另一边，川普呢，则是持续在打他那个当时枪击案之后 fight。非常强硬的形象。现在呢，他说要再回到宾州枪击地，原因是因为呢，他希望能够替这个丧生的消防员还有其他的伤者来纪念大家。同时呢，他又再一次的讲了战斗，而且呢，他还没有公布日期，但是已经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而目前呢，这起案子为什么持续还在烧？是因为 FBI 的局长他去参加听证会的时候讲出了这一句话。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其实不确定那个时候子弹是不是有打中川普的耳朵，有可能是碎片有可能是玻璃片等啦我不是那么确定。”川普听到之后气炸了，马上就讲说就是子弹打中我的耳朵，医院就说是耳朵枪伤，还说怪不得曾经很传奇的 FBI 会失去美国人的信任结果真的是这个局长话也太快了一点点，原因是因为 FBI 马上就出来打自家局长的脸。 FBI 发了声明说，认定了川普的右耳确实就是遭子弹给击中了。整体事件呢，看得出来这场选战跟以往来说都不一样，除了剧情不同、版本不同，以前也很少看到100天还在换人的。好，现在不是100天换人而已，有可能在100天的期限之内换副手吗？原因是因为川普选了这一个 fans， 结果呢，现在传出竞选副手可能会换成那个女性的她，也就是先前呢在跟川普一起竞争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海莉。原因是因为他们说呢，范斯呢在竞选当中讲的不好，所以呢没有办法引起共鸣，还特别强调这一位呢曾经是克林顿当时的这个竞选策略师啦，他强调说之后一定会换成海莉啦，海莉会有办法让自己在那个选票上面你们就
等着瞧吧。好，范斯呢，除了说竞选的时候讲的话没那么有这个号召力之外，另一个呢，让大家说现在有问题的点，则是他先前曾经有骂过那一些没生小孩，但是呢养猫的女性。好，他说呢，当时2021年曾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批评，不能把国家交给贺锦丽这一群没有孩子的养猫女。这番言论现在炸锅了，而且呢，连网络上面这位女明星珍妮佛·安妮斯顿都反批说：“哦，我祈祷你的女儿有幸可以生孩子。”这一句话。Bloomberg 报告有可能会让川普丢掉在摇摆州的竞选的相关支持度原因是因为现在在摇摆州很多他都赢嘛，那差那么一点点，所以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左右翻转选情。就想要请教一下彬哥了，你怎么看哈？原因是因为这一次的美国大选确实以往来说很不一样，而目前呢，拜登他们这边是已经确定退交给了贺锦丽之后，奥巴马也站出来帮忙在下。之前大家一直在讲说，奥巴马怎么好像迟迟没有表态。那这次特别拍了这一段，就是要告诉大家，奥巴马是支持贺锦丽的。那这对贺锦丽来讲，当然就是有稳定军心的作用，因为大家也不用再乱猜了。那贺锦丽现在确实看起来，民主党对他的支持大部分都回归了，所以他最近在民调上面，虽然有 CNN 的民调，它显示他还是输给川普，但是输的也不多，其实都在误差范围之内，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看起来贺锦丽的声势好像慢慢被拉抬起来。那反观川普这边好像开始有点出包，因为包括范斯的言论被人家挖出来了，对这些东西。那但是我是觉得啦，就是接下来对川普来说，他最关键的还是在辩论这一场。我觉得川普大概他对自己的辩论的表现是很自信的，他认为他在辩论的时候可以击败贺锦丽。那是不是真的能这样？其实到时候大家看就知道。那只是贺锦丽现在。因为民主党本来就是比较受年轻人支持的一个政党，很多有流行明星啊这些东西，他们就都本来就在支持民主党，所以他会拿到这些影星或是年轻偶像支撑，我觉得是不奇怪。可是问题是，他有没有办法继续开拓更多的票源？我觉得这个对贺锦丽就是一个考验。那当然，他现在刚上手，那贺锦丽过去的一些常常会莫名其妙大笑啊，或其他的这些表现啊，会不会再出现？那我觉得也值得观察。那但是目前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拜登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宣布退选之前，那种民主党的颓势看起来好像至少暂时是稳住了，那甚至有向上升的趋向。那可是川普这边呢，我个人觉得，像他对 FBI 这个攻击就蛮有利的，因为 FBI 这个局长自己有问题，就是你不确定的事情可以不要讲。对不对？你怎么会讲呢？你讲出来之后，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拉碴。堂堂 FBI 连个到底川普受的是什么伤都没搞清楚，这个就蛮丢脸的。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回击蛮有利的。那可是会不会把范斯换掉呢？因为范斯一直被人家诟病，就是他跟川普同质性太高，是对两个人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甚至有人说他是小川普。那可是川普已经讲了，他不会换掉他。其实川普已经表明了，这些都是谣言，他不会去更换他，他会去选范斯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他也是经过一番评估的。所以范斯过去本来就是一个言行很极端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些负面效应他们早就考虑进去。那我们看起来这个所谓养猫女这种是明显的歧视意味的，然后有强烈的这种族群仇恨感的这种言论，当然是很不得体。可是问题是，你觉得川普的支持者会在乎这些吗？我觉得一点都不会，他们听了搞不好很高兴。他们搞不好觉得讲得好，就是这样，因为川普要争取的本来就是一些相对比较偏激价值的人，那这种人本来就不在乎川普他们的这些言行，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一件事情当然会对讨厌川普、讨厌范斯的人就更加讨厌他们。可是你说就会因此影响到摇摆州吗？我个人觉得恐怕未必见得。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哈，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在美国来说，他们是赢者全拿嘛，所以他们是赢得摇摆州最多选举人票的那个才叫做赢。你赢得所有广泛的更多的民意，可能都没有办法让你当上美国总统。那可是这样子的话，分裂就会加剧啊。目前看起来两边好像都是在主打往他的那个群众去靠拢。是没有错了。可是从拜登宣布退选是7月22号美国时间，到7月25号，这个4天的时间哈，那总共有8家美国的民调公司著名的，而且有可信度的，那只有2家，路透
跟另外一家是有呈现这个 Harris 领先1%到2%，路透的是2%，其他的6家都还是川普领先。那扣掉的话，川普其实还平均在这8家里面，在过去这4天全国性的民调领先3%，那3%已经快要超过就是这个误差范围，所以它还是比较稳定的领先。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涵呢？你不要忘记，这4天事实上在做造神运动，这4天也有这个退选效应。这4天很多民主党的支持者里面心里面放下那颗大石头，也就是拜登如果要选到底，而他没有办法选胜，那还是能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川普的领先 Harris 我觉得关键还是这一次的选举，共和党的支持者事实上是非常的团结的。那也就是他们认为拜登 Harris 的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在过去4年其实真的是没有做得很好，尤其是在反移民、在经济，然后呢，在堕胎的问题上又有一些改变。所以这一次我是觉得，投票率会高，然后呢，共和党的支持者比较保守的、比较中西部南方的、重视家庭价值的、重视就是宗教的这些人其实还是会支持川普。另外一方面看，刚才你问到了7个摇摆州，目前宾州在北部这个铁锈区的宾州、密西根州跟威斯康星州这2个人在这3个州打平，在大部分的民调，过去这4天打平。可是呢，下面这4个呢，北卡、乔治亚，然后呢 Arizona 跟内华达这4个州，川普还是超过这个就是说误差范围的领先，也就是都在领先3%，然后呢有的更多，所以这个没有变。第一个在就是全国性的这个比赛当中那这个贺锦丽还是要加油。那第二个呢，在摇摆州上面呢，如果就是照这样子投票下来的结果的话，那已经就是川普获胜了。因为如果这4个州就算给川普的话，其他我们都知道，他大概加州一定民主党，德州一定是共和党，川普已经拿到283票了，而你只要270票就可以。所以你要分析这个东西要比较细部的，而不要看一个新闻一个新闻一个新闻。比如说范斯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那个贝加拉，他是一个民主党的测试，他根本就是在拖累这个范斯的问题嘛。也就是说，你选一个烂的这个真的烂吗？对，你如果看他的背景的时候呢，对不对？你就比较他其实甚至都比这个 Harris 的这个背景还更加的让白人的选民去认同他。至于他讲话如何，人家只要秀他是个耶鲁这个法学博士，就跟当初克林顿为什么能够一路这样过江斩将，能够去当到州长到总统，耶鲁法学博士。美国人很信这一套，美国人非常信就是这种精英制度，跟日本一样。你讲你东大这些学校，大家就是相信你。那台湾不吃这一套了，这样子。所以基本上这个是美国，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就是说不是都市以外的这个地方对这些东西都很接受的。因此，我目前觉得就全国性的民调，就摇摆州的民调，目前还是川普领先。可是其实是有差别。这个 Harris 贺锦丽和拜登跟川普过去应该是说3-7开，3成7成。那现在贺锦丽呢？我觉得他再努力一点，他可以达到4-6开。那4-6开其实还是不利，可是呢，在一些关键州，如果他能够把他的政策讲清楚，是他能够提出更好的关键州的这些政策立场，因为你不要忘记，你现在执政还是民主党，拜登在他这边，拜登一定会全力帮他尽管也许不一定这么的，刚开始是有一些质疑，不是那么喜欢他，奥巴马等人也都是如此。现在，但是呢，这个是大义的问题，是所以呢，后面在这个执政的优势的情况之下，而且你这个政策不会把有问题的话，不会把它算在 Harris 的身上，因此关键州接下来在石化、钢铁、就业这些层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更大型的这个政策，甚至针对中国、针对国际的，那都有可能会出来。然后呢，你可能要针对就是募款，你现在这个募款不够，差很多。你起码我个人觉得 Harris 他个人要起码募到10亿以上，目前看起来只有3到4亿，还有6成的这个空间。但是有钱的人当然也都看情况，所以其实还有一段时间。那关键呢，
就是说8月19号的提名大会，9月10号的辩论，这是2个关键。是，请教一下厉正基将军。我觉得美国这次的选举果然是高潮不断哈。我们一开始一看，最早是这个川拜2个人的辩论，那时候大家一看，哎呀，怎么那么傻眼？这个拜登怎么表现得这么差？那时候大家认为说民主党已经完了。然后紧接着下来，第2个高潮是这个川普被枪击哦，那时候也是全世界为之哗然。那居然那一枪就没有命中，大家就在讨论，那这下川普赢定了。结果没想到这2则新闻还正在热头上面的时候，这个拜登来一个退选，就这则新闻一出来以后，立刻把川普的那2则新闻来讲，立刻压下去。现在大家新闻的热度都在讨论拜登的退选以及贺锦丽是不是能够这个扶正来当民主党候选人，反而把川普那2则新闻给压下去。那后续还有什么更精彩的发展？那我们当然拭目以待了。但我觉得这次的选举来讲的话，贺锦丽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原来大家都不看好他，原来说是换拜的时候，那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说是贺锦丽是最佳的人选。就民主党那时候，大家发现说拜登必须要退选，我们必须要换人的时候，那时候讨论人包括这个纽森啊，或这些惠特尼啊等等这些，没有人认为说是贺锦丽是第一优先的人选。那为什么在短拜登一宣布退选之后，大概我算过那个时间只有48小时，马上立刻这个贺锦丽就成为第一人选，而且不做第2人选。你想想看，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在新闻上面还有听到，除了贺锦丽之外，还有听到别人在讨论说是可以取代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取代贺锦丽吗？贺锦丽几乎是已经是板上钉钉，而且这个时间非常短，只有48个小时。那我必须要这个比较用阴谋论的眼光来看其实贺锦丽早就有准备了，他绝对不是说是临时突然说是临危受命，这个拜登一宣布退选以后，他马上接手。我相信他的竞选团队早就准备好了。拜登一宣布以后，他退选之后，贺锦丽的整个竞选团队大概就整个动起来，包括他去拉票，包括跟各个金主的联络，或者所有造势的活动或者安排，大概在短所以我们在看到48个小时之后，他的这种民主党里面党代表的这个认同他的人数，已经就远远超过他所要提名所必须要的人数，而且他的这种募款的数额马上就增加很多。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有2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他自己来讲，先前已经做好这种竞选的准备、接手的准备；第2个很可能就是美国自己本身来讲，害怕川普当选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因为现在来讲，我觉得美国来讲陷入一种焦虑以及不安以及拉扯，就是极右跟极左势力。当然有些人很赞成川普当选，传统的美国的这种思维，但是另外有一群就是非美国传统思维的，很怕川普当选。在这种状况下，这2股势力后续的拉扯，其实值得攸关到全世界的未来，我们必须要密切的来做观察。是好，毕竟是美国总统，所以大家呢会非常在意到底后续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我们先接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聊聊国际间的趋势。好，巴黎奥运开幕了，但昨天在开幕前呢，大家看到好多的快讯，有点紧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的高铁呢被大规模的攻击中断，影响了有上百人。好，他们说是受到了纵火等等各种恶意的攻击，才会导致这一次的班次运输大乱。那周末2天影响多达80万旅次，火车坏了怎么办呢？英国首相改搭飞机来看奥运的开幕式。好，其实呢不是只有高铁的问题而已，机场也有传出有炸弹的警报，甚至一度呢还因为这样必须要关闭。大家开始在讲了，这一次在办奥运之前，马克宏呢就开始到世界各国去，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奥运之外，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局势给缓和下来。目前呢，他们就开始在思考是 ISIS 还是俄罗斯啊？现在面临的说最大的安全威胁，也很担心啊，因为目前在这个地球上确实是有很多地方正有战事在发生，仇恨值好像也是越来越高。而他们当年2017呢，在办夏季奥运的时候 ，ISIS 呢曾经有枪手枪杀了超过130人，那个时候算是史上最严重的恐怖攻击之一。所以大家都希望这一次能够一切顺顺利利。平安度过。好，巴黎办奥运，这2位大咖来了 ，Celine Dion 呢，还有这个卡卡，2位都在
奥运当中华丽的付出啊、压轴啊、飙高音等等，希望让大家呢有4年一次的美好感受，也让马克宏站出来讲说，这就是法国，我们做到了。那他也特别强调，他们国家就是什么自由、平等、博爱，那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他们美好的法国。好，这次除了法国让大家有感受之外，还有哪里？可能就是还有中国了。原因是因为呢，现在阿里云 AI 呢也增强技术，打进了巴黎奥运的14个场馆，在里面呢，他们有非常多的全新转播技术，比如说多镜头回放啊，等等等，让大家可以从多角度看到运动员他们那个时候动作，有点类似时间静止的那个慢镜头，因为你知道那个有的时候比赛啊，比如说跳水等等，你要看到那种很细很细的，其实这种技术是蛮重要的，能够给我们看到不同的享受。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也有很多的中国制造，从吉祥物啊，到各类的运动用品啊，甚至加油围巾等等等。好，这里面呢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所以呢也让中方他们就直接讲了，这是他们参加奥运的另一种方式。每一次参加奥运的时候呢，中国这一边的选手确实就会引发很多的讨论。好，这一回泳队的部分是有些风雨了，原因是因为呢，他们传出有禁药风波。澳洲飞鱼呢，目前也拟赛后抗议。这是上一届的奥运男子的一个200米蛙泳金牌得主，叫澳洲飞鱼曲克。他说了，如果呢中国的这个泳将取得了奖牌的话，他会考虑在颁奖台上面做抗议。大家就开始来讲说证据在哪里。而这一位呢被指涉的奥运选手，他则强调了说，兴奋剂的检测员是欧洲和美国阴谋的一部分。他特别强调说，他们这几天以来平均头10天接受了5到7次的测试，不分昼夜。他们觉得这个是对运动员来说是一种有伎俩、目的打乱他们节奏的压力跟威胁，而他们绝对会顶住。另一个女泳的选手，这一位张雨霏呢，她则强调说，上一届差一点点，这一届她希望能够拿下金牌，能够完成她自己心中最大的一个心愿。4年一次的奥运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瞩目，也都在看有没有是，特别是今年，原因是因为在欧洲目前还有战事在发生，所以其实在开幕之前，马克宏这边就很担心。昨天传出了这个高铁的攻击事件，也让大家原本的那个担心心里头又更揪了一下。现在欧洲我觉得蛮紧张的哈。如果你真的到就是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哈，以及到巴塞隆纳，其实特别是一些移民自北非或者是中东过来的这些，不管是第1代、第2代。移民的这个当地人哈，其实的警戒都很强。为什么？关键是加沙战争，倒不是俄乌战争啊。加沙战争那代表着整个西方以美国为主啊，跟整个欧洲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当初哈马斯是恐怖攻击，但以色列军队是屠杀的暴力啊。那刚好又碰到这个巴黎奥运，同时内塔尼亚胡也刚结束他在美国国会的演讲，跟美国人讲，是我代表跟你美国一起做的事，哦，然后呢，他也见了川普，然后呢也见了这个 Harris， 马上要见到这个拜登，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当地的这些穆斯林哈，可能会对这些事情要透过奥运有一些表达，不过我觉得都是少数人，可能都是恐怖分子。那恐怖攻击在前几年的的确确是蛮激烈的哈。那经过了几次的爆炸事件，包含英国的地铁爆炸事件，在当地出生的英国的高中老师，前一天还跟学生在一起，第2天就穿着背包，一大早的时候就去把这个车站给爆掉，死了几十个人啊。所以有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背后很复杂。我讲一下中国这个泳队的东西哈。那今天的英国的《卫报》就出来蛮完整的报道，我们这边很多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报道哈。也就是说，中国这边也开始在做反击，就是这个是英国、美国这些的这个阴谋，你们就是怕我们赢了这些奖牌，为什么？因为整个就到今年这上半年为止哈，那其实WADA已经开始对中国的这些选手进行的测验，平均21次。而美国大概只有5次，然后呢，英国、法国这些大概只有不到5次啊，平均。那因此它的由来是什么呢？2010年的时候，他们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是我看的《卫报》讲的不清楚。他会说，在2021年的时候东京奥运之前被发现到禁药，不对，那个是在东京奥运在7、8月举行的时候的之前，在1月份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内部自己做集训的时候被发现到禁药，而自己发现，他马上报告给WADA世界反禁药组织，然后呢说这个是集体性的，那就我如果吃禁药，为什么会去集体去吃，然后集体被证明有发现到禁药，那么太蠢了嘛！而且在自己国家的内部，对不对？那他发现到其实这个是一个失误，WADA就做整个调查，那证明说这个东西其实是的的确确啊，相信这个说法。然后呢还不相信的话呢，英美抗议，WADA就找了一个瑞士的检察官，再做一次调查。瑞士检察官得到一样的答案，国际奥委会再做一次 review， 一样的支持。现在美国不理了，就透过他的司法部门，透过 FBI 要这些国际的机构的人，你到美国来报告，常备管辖就进来，而且呢，甚至可能会说这样子的话，他可能会介入到这个游泳运动当中，那不对了。我们在国际上的赛事哪有你一个单一国家，美国的司法的可以管制进来？那万一下一次2028年在洛杉矶的奥运，或2034年在盐城湖的这个东京奥运盐湖城，那万一中国的这个游泳选手进入到美国，被你关起来，每天去测，现在也是这样子哦，早上一大早起来测，晚上半夜把你叫醒来测，那你觉得这些人会表现得如何？是不是？这就是阴谋。他讲的阴谋不是说不断的指控，他根本就用这种指控，在不断的去打扰你的训练跟你的生活，使你没有办法得到奖杯。那我们就看看这个结果是不是真的他们阴谋得逞。对于运动员来说啦，他们自己的心理上面的一个状况、生理上面的状况，其实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最后他比赛的成绩。好，想请教一下类将杰将军了，原因是因为呢这一次的奥运为什么会这么受瞩目？当然除了有非常多运动员杰出的表现之外，更重要的是大家现在很担心的是安全问题。第一个，我昨天看这个开幕式确实是很有这个法国的一种特色。他在塞纳河举办，以前大家都在场馆里面，好像这个一幕一幕的出来。昨天在塞纳河，所有的选手是坐着这个小艇这样过来，这个在那边看。可是可惜啊，天公不作美。其实他们有经过精心的设计，我看那个角度，它是从东边往西边，因为它是傍晚的时候举行的开幕式。那如果说是天气好的话，有夕阳照到那个选手的那个游艇上面的话，其实那个景色看起来确实是有特色。但你不要看了，去看那个，后来虽然说碰到下雨天公不作美，可是每个人还花了1600块欧元的去买那个门票，所以说价钱是不少。那我昨天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动的，就席琳迪翁出来唱那个歌这个席琳迪翁我们都知道他50几岁了。他本身患有就僵硬症，那硬挺的身体出来唱这种歌，那我觉得由席琳迪翁来唱这个歌，更凸显这个奥运的勇敢的精神我想说，这真的是让我昨天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在硬撑着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之下来表演这首歌，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这种高兴开心。然后法国来讲的话，因为每个城市来举办他奥运，他一定要凸显自己国家的特色、历史文化那城市的特色他都要凸显出来。所以我觉得法国这次来讲，除了天公不作美之外，当然在其他方面来讲都表现得让我们觉得说耳目一新。可是唯一遗憾的就是一直有这种恐攻或者是这个阴影在。我记得马克宏在跟这个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有曾经讲过，希望在奥运期间，对不对？但全世界都能够停火。但是很遗憾的，到昨天为止，我们并没有，不管是以牙加萨之间，或者是俄乌之间，并没有看到这种停火，反而发生这种事情，让我们觉得说，这一届奥运会不会蒙上阴影？就是这个铁路遭受到攻击，甚至于机场那边也遭受到这个假的炸弹的炸诈骗的诈，这个假炸弹的这种攻势。但是我特别要讲尤其是在这个之前来讲的话，最严重一次奥运的恐攻是慕尼黑奥运，那时候以色列选手被这个中东的恐怖分子残杀了很多人。当然最后以色列是虽远必诛，将这些凶手全部都绳之以法。可是来讲的话，今年的奥运现在是刚开始，那我是祝福这次奥运
能够平安的落幕，让我们看到一个选手一个这个苦练了很久一个竞技的表演，尤其是在这次来讲的话，我们台湾选手我特别要为他们加油哈。那杨永伟好像今天下午开始就第一场比赛了，那我们希望他在柔道之中啊能够为我们台湾夺取第一面金牌。那中国来讲的话，在其他的运动方面也逐步的迎头赶上，除了最早的乒乓球，现在不管是跳水啊，或者是甚至于在田径场上面，都可以跟欧美选手这个一较高下，也值得我们期待跟观赏。是，请教一下彬哥。其实这一次刚好我们进场的时候，镜头特别糊，那个法国那个摄影连镜头都不插一下，结果真朦朦胧胧的，大家都看不清楚我们的选手的样子，其实真的是蛮可惜的。那可是呢，这一次你可以看到美国非常积极的针对这个大陆队这个泳队的这个禁药的事情一直在扯。其实扯到国际奥会已经很不爽。你知道，国际奥会本来说你再这样的话，我那个冬奥会我要考虑不要让你盐湖城办。但实际上他随便说为什么？因为其实只有一个。也就是只有盐湖城这个城市说他要举办，因为没有其他竞争者，所以你不给他办，也没有别人可以办了。那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美国要扯这么厉害呢？其实理由很简单，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故意要扩大这件事情去破坏大陆的形象。因为这个事情，刚杨永明老师解释过，实际上就是大陆队，第一个是他们自己在国内的时候检测出来，第二个他们已经找到原因，那是一个香料容器造成的问题。所以。那个本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请注意，那是2021年哦。后来他们的游泳选手是到全世界各地去比赛了，然后全世界各地比赛，你以为都不用药检吗？每一个都要药检啊。那你药检这么多次都没有检出结果来，那请问一下你们的证据到底在什么地方？那这一次他们到现在，他们23名选手到现在已经被检测超过200次了。那请问一下，有结果吗？有验出来有禁药吗？你都没有得到结果啊？那你美国人到底在坚持什么？因为这一次是《纽约时报》跟德国公广联盟两个联合起来报的，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一种操作。那你操作的目的是干什么？我觉得就路人皆知。因为你要指控别人，你好歹总要有个证据吧？你什么证据都没有，就是当年还是中国大陆自己去那个跟那个国际药检组织报告了，所以现在连那个国际反禁药组织都出来帮中国大陆讲话。说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我们测了就是没有啊，要不然你们到底是要怎样？所以我觉得这种操作真的还蛮难看的。反而是就是法国这次奥运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很可能会有恐怖攻击，因为国际局势这么混乱，那族群的冲突这么矛盾，所以本来法国就已经预测到了。但是问题是有些东西你真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去防范，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恐怖分子会攻击哪一个方面，哪个点？对，没有人知道，因为所有的东西它都可能会攻击啊，所以你要防真的也很难防啊，所以只能说大家自己要小心。那因为我们自己也有派选手去，所以我们的选手也要小心谨慎，因为当然我们被攻击的可能性是不高，可是你没有办法去防范到恐怖分子在攻击其他人的时候会不会波及到你。所以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手，大家真的要谨慎小心。而且也特别是因为在这种办大赛事的时刻，会有来自世界各国很多的，包括是运动迷啦，又包括是这个游客，可能会目前人在巴黎，也希望大家呢所有的人都平安，那整个赛事能够顺利正常的进行。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好，那你来看到的是呢，在美国政坛上，大家都在讨论这么一件事情，原因是因为拜登不是已经没有要寻求连任了嘛？那等于就是他就做到明年的1月。那如果他真的只做到明年的1月的话，哇，那他就变成了40多年来第1位，他的任内完全没有访问中国了。白宫这边讲法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持续不是都有高官在互访，我们也有在对话吗？但是啦，这么重要的2个大国，但是呢，习近平有来美国访问，但拜登却都没有去过中国。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理解这些事情？好，目前呢，其实很多的高官都希望到中方这边来访问，包括了这一位，现在已经人来了，这是梅洛尼，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亚呢，27号到31号，选在7月底的时候来这边访问。那外交部这边的讲法就是说呢，他是
三中全会之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大国领导人。这次他来干嘛啊？当然就是修补。什么意思？那个时候选举的时候不都讲吗？要退出一带一路。那目前呢，他当上了总理之后，中欧应该说中意之间如何做贸易，这会是一个重头戏了。双方希望能够加强商贸之间的往来，要找到新的平衡，这一定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因为意大利在这一次的俄乌战争，虽然说呢这有段距离啦，但是呢对于整个欧洲来说有伤，对于他们来说现在的贸易赤字啊、智慧财产权等问题，都希望能够提出来跟习近平讨论，找到一个平衡点。另一个外交场合则是东协了。好，东协这个周末呢开外长会，王毅呢他现在是说了，希望能够加快自贸区3.0版的谈判。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叫做本币结算，他特别提到了说，现在呢这个双方的对话、多方的对话走过了33个年头，那他希望呢能够一起大家支持，做大做强中国东协5大家园，而且来到这边不是只是开东协的事情而已，场边会那才叫一个热闹。日本、印度都已经先见了啊，此外还有谁？还有日本，还有韩国，还有挪威、英国等等的外长，在这一次会议当中，大家都希望能够见到他。当然不能漏掉了美国国务卿呢布林肯昨天呢也说了，两方要会面。在辽国这一边呢开东协之外，更重要的则是这2个大国的外长再次的会面，同时呢要把大家关心的话题一定又是坦诚坦率的交换意见。大家都在讲要交换些什么呢？中方这里的讲法是说，我们是应约。毕竟前几天你有没有看到美国的国务院一直在开记者会说，我们应该会见到王毅，我们有机会会见到王毅。现在呢说叫做应约去见布林肯，可是没有具体的透露时间，还有会议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跟内容。而目前的这场会面呢，包括了跟日本之间的会面。王毅这边讲了，说两方关系其实处于一个不进会则退的阶段，所以希望大家积极理性。那上川洋子呢，这一回在副外长已经重启了这个中日的战略对话之后，他跟王毅讲，当然就是讲了，我们希望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增进我们年轻一代的友好感情。韩国人见起来那就不一样了，原因是因为现在密切的强调战略沟通之外呢，他们很需要中方维持的是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嘛，所以呢，他们先前部防长也出来讲话嘛，台湾问题等等旁边一点，我们重点都是在朝鲜半岛，而可能比较有问题的菲律宾这一回也见了外长，两方的讲法就是说呢，要引进美国的中岛是不符合菲律宾的利益的，所以王毅的讲法就是说呢，你们好好抓紧了。仁爱礁的运补不要出尔反尔，如果大家讲好条件的话，那就照着走，这样子呢才会比较容易能够好好做事，不要有一些临时性的安排。好，这个讲话很有技巧，请教一下杨老师，你怎么样来看？从东协现在呢各个国家之间的举措，到美中之间的关系，其实大家更在意的是这2个大国，现在如果拜登下来都没有去过中国，那真的是以往来说从没有过。也不至于了。那个卡特也没有去过中国大陆啊，他跟中国大陆建交啊，是。不过因为他只做1任，对啊，那没有错。其实我们先看习近平上来之后2013年其实去了4次美国，13、15、16、17年的4月，大家还记得吗？他还到了就是川普的那个就是海湖庄园那2个人的会面。那川普在同一年2017年的11月，其实也有访问中国。在那个之后到2018年就开始，你就是看到中美的贸易战，就川普政府这边开始对中国的高关税，然后呢，技术的这种科技战，然后当然在这个整个川普就没有再去过中国大陆，拜登也是一样，加倍的就是采取了贸易战跟科技战，也没有去过中国大陆，反而是习近平在2023年的11月的时候呢 ，APEC 因为美国举办，他又去了1次。习近平其实还是在2023年的时候还是有去，在此之前应该说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是奥巴马时期，是奥巴马去了中国3次。那个时候呢，
习近平也在奥巴马任期的时候来了美国3次，而且很多的这个理由啊，一个是总统会晤，第二个是国事访问，第三个呢是核安全峰会。好，所以很多的民意，双方的这个互访都很高。现在大概不太可能回到过去了啦，也就是未来的美国的新总统啊，在他的任期当中，应该也不会在接下来的这一任就是去访问中国。那所以我们会未来一个观察点，也就是说，除了是各自举办的这种高峰会去的时候，这已经代表是一个关系上的突破。如果更是进一步到变成是一种国事访问或者是元首会晤而访问这个对方的国家，不管是美国总统到中国来，中国到美国去那就代表关系完全不同。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大概已经是看不到，大家都理解那至于中国大陆跟东南亚跟你看这些亚洲的邻国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在做避险，也都在做准备。也就是川普上来之后，那天我们这个张将军讲，我也修正，就是川普是3高嘛，关税高，那关税就是拿了这个当武器，要求大家要谈判要让。然后呢，军费高，要求你要负担军费，那要求台湾付保护费，不要忘记然后呢，这个还有呢，不确定性高。这个不确定性高，在国际外交上就很伤脑筋。因此，他对于比如说过去承诺给日本、韩国的针对北韩的防卫，是不是能够延续下去，这个一个大问号。那怎么办呢？你就要自己找到怎么去安排。因为当然，旁边一个更大的邻国，你当初还跟着他喊打喊杀骂中国的，那这个日韩两国现在赶快倒过来去稳定那因此，那菲律宾也是那东南亚更是如此。东南亚一直即使在川普、拜登时期，都等于是中国的最好的一个支持者，因为他是获利最大的嘛。他现在这个3.0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 FTA2001年提出来，2010年谈判完成，到现在已经14年的时间。那第1.0是讲的是，就是说商品的贸易零关税；2.0呢讲的是服务业。我们以前的服贸，对，现在3.0呢，也就是要用本币来结算。是所以这些东西都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你回过来看看我们台湾，你有没有在做准备？川普上来，还是说在贸易上，两岸的贸易怎么准备？通通都没有，反而更紧张。其实，在东协这一次呢，你就发现我刚刚念的那几个国家，你有没有发现美国那几个好兄弟，美日印澳跨，大家都在这个边上，希望呢能够跟中方的外长见上面。就战略角度来说，来请教一下李正杰将军，那真的就是要买一个保险啊。其实我觉得这现在来讲有一个这个战国时代苏秦跟张仪两个合纵跟联合的既视感所以战国时候当然是战国七雄嘛。那其实张仪提出来就是连横，说我们每一个国家，你们这个6个国家来都跟我秦国来做交好。但是苏秦是联合6个国家，说我们共同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强大的秦国。那最后谁赢了呢？最后是这个张仪的连横政策赢了，就是说这个每一个国家最后6个国家最后都这个被秦国所一统。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要知道，其实包括到现在也都是这样，日本、韩国、菲律宾，甚至于包括我们台湾，那在东协的这些国家，每一个国家其实彼此之间都有很多的矛盾在像日本跟韩国就有矛盾，然后菲律宾对不对？这个东协这些国家也有很多的矛盾跟自己国家的利益政策。譬如说，我现在很具体的来讲，像韩国来讲，他们在野党他知道说我不要卷入你台湾战争，所以韩国的在野党提出来一个法案，叫做避台法案。如果说万一台海一旦发生战争的话，他们韩国是有这个法案以后，他们是可以拒绝参加，不参加由美国为首的这个围堵战略。那另外在东南亚国家，我们也看到很多个国家，不管在经贸上面，尤其是这次在辽国举行，对不对？老郭的铁路，由于老郭铁路的完成之后，替辽国带来很多不管是观光或者各方面的利益。那泰国当然也眼红了，他想要这条铁路继续延伸到泰国去。那菲律宾来讲，他也知道自己实力不如人，前一阵子被美国拉进去，绑在战车上面，但是他现在也发现形势不对，美国也发现在军事上面可能对抗不了，所以他向中岛撤出了。
那我觉得说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这种考量。我觉得中国来讲的话，它倒不是说是要并吞，不是说当年秦国要并吞6国远交近攻，而是说希望说是各个国家我们在经贸上面大家来共同来做一个合作，然后来共同开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出来，王毅来讲的话，这次来讲会这么忙，就有一点让我联想到当年的张仪，是不是哈？跟每个国家在外交上面都取得一定成就，但是一个国家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安全，有很多的基础。当然，经济是最主要的，我国家自己内部的经济，然后国家政治制度，对不对？好，另外来讲，你军事上面够不够足以维护你自己国家不被强权所欺负？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外交上面。那外交等于是一个无形的战场，如果能够我在外交上面能够取得一点进展的话，取得很大一个进展来讲，反而可以避免上很多军事上不必要的冲突。请教一下彬哥怎么看？其实我觉得拜登未来不会去中国大陆，他恐怕其他国家会邀请他的都很少。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第一个你已经说你不连任了嘛，对，而且接下来看起来就是接棒的好像也不会是你民主党的人。那请问一下，我找你来干嘛？你除了吃吃喝，你能够跟我保证什么事吗？好像也都不行嘛。所以我觉得未来拜登出访的机会恐怕都不大了。那实际上，我觉得他就好好休养吧。那可是问题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几年呢有一个很明确的现象，就是中国大陆的外交行程好像是永远忙不完。就是大家排着队接踵而至，然后不是去见习近平，就是去见王毅，要不然就去见李强。就是络绎不绝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明显，你看哦，意大利的梅诺，你本来是非常反中的。对啊，然后他上来也确实按照他当初所讲的，就是断了一带一路。可是为什么他现在又积极要跟中国大陆会面，表示跟中国大陆保持一个相对友好的关系，还是对意大利很重要。对他的不管是贸易上也好，或是其他的战略上也好，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显示了中国大陆现在在国际上就是一个大家都很重视的一个大国的地位，大家都必须，你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他，你都必须要跟他保持一定程度的友好关系，这样对你才最有利。那我觉得王毅讲的这句话很妙，他说中日关系不进则退，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是倒退的嘛，很明显就是这样子，他就在告诉你这件事嘛。那所以日本为什么？老实说，他虽然在美国的策略下，其实美国是要日本来帮那个美国来守住第一岛链。可是问题是，日本为什么一直想要说中日关系不能够搞得太僵？因为理由很简单，站在日本本国自己的战略立场来说，跟中国大陆搞得僵，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个是对美国有战略上利益，对日本完全没有任何利益啊！你看韩国为什么像刚厉将军讲的，他现在需要赶快通过法案来保持说台海万一出事他不要介入。因为他已经够麻烦了，他对面那个北韩已经是个麻烦制造者，他已经头很痛。然后在美国的主导下，现在要他同时对北韩而且对中俄采取敌对态度，你觉得韩国是傻了吗？他跟他所有周边的人全部采取敌对态度，他为什么要一次为自己制造这么多的敌人？他这个战略对美国有利，对韩国根本不利嘛。对菲律宾也是一样啊，菲律宾在南海，他明明可以跟中国大陆好好相处。老实讲，除了这些岛屿的争端之外，你觉得中国大陆会对菲律宾的领土有野心吗？根本不可能嘛！大陆干嘛去干这种事情？所以他为什么要为了美国的利益去设置这么多的中程导弹？这是在帮谁手？是在帮美国手，而不是帮他自己。而且他为了这样，他要花多少钱？他要花多少军事预算？这个对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根本是完全是错误的一个战略嘛。所以王毅其实就是在提醒菲律宾这个地方，你没必要做这件事情，对你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你应该以